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创始园灵这一个神仙，在很多神话书籍里面都提到过创始园灵。从书中的来看，创始园灵就是一切的开始，也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仙。因为创始园灵是创造天地万物，所以人们也把创始园灵叫做始祖神。创始园灵有4个徒弟，他们分别是红军老祖、女娲娘娘、鲲鹏祖师和路亚道人。但是对于创始园灵的真实身份，很多人都在思考。前面说了，创始园灵是一切的开始，它创造了天地万物，所以从这点来分析，我们可以知道创始园灵可能有4个身份。创始园灵的4个身份分别是盘古、伏羲、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。不过盘古最终身归混沌了。盘古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神仙，相传天地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宇宙还是一团元气，人们把它叫做混沌宇宙。这时候的混沌宇宙没有任何生灵，只有阴阳2气。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在混沌宇宙中诞生了第一个生灵，它就是盘古。后来盘古拿起手中的法宝，开辟鸿蒙，创造了天地万物。当天地出现以后，盘古耗尽了毕生修为，最终身归混沌。盘古陨落以后，我们都知道他的身体变化成了世间万物，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家喻户晓的创始园灵应该就是盘古。盘古是最早出现的神仙，也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仙，所以他是一切的开始，也是人们常说的创始园灵。在书籍《三五历记》中记载，书中说天地混沌如鸡子，盘古生其中，18000岁，天地开辟，阳清为天，阴浊为地。盘古在其中，一日9变，神于天，圣于地。天日高1丈，地日厚1丈，盘古日长1丈。如此18000岁，天数极高，地数极深，盘古极长。所以开天辟地的盘古应该也是创始园灵的一个身份。在《封神榜》中提到过一个家喻户晓的神仙，他就是3圣皇之一的伏羲，也是女娲娘娘的哥哥。从书中的内容来看，我们可以知道伏羲是开天辟地的神仙，也是掌管天地人3界的上古正神。记得书中说，伏羲在火云洞中修炼，是上古时期的先天圣人，号称开天辟地昊皇上帝，掌管天地人3界。这么说来，伏羲也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创始园灵。红军老祖在书中是天地的化身，然而红军老祖的弟子见了伏羲，既然要说一声祖师爷，说明伏羲是创造红军老祖的神仙，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，家喻户晓的伏羲也有可能是创始园灵的一个身份。根据古籍记载，伏羲以一拟太极，然后一化开天，世间万物的创造，世界生命的诞生全靠这一化。这就是伏羲在昆仑山上曾经开天辟地的故事。太上老君有一件法宝叫做太极图，相传这件法宝是开天辟地的神器，所以不少人就说太上老君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神仙。红军老祖曾经说先有盘古后有天，太上更在盘古前，所以不少人从这句话中明白了太上老君才是一切的开始，可能太上老君才是开天辟地的神仙。在九曲黄河阵那一回，太上老君的太极图出现了。书中说，太上老君在上古时期曾经变化成盘古，手持太极图，开天辟地，成为一代教主级别的人物。记得书中说，先天而老后天生，开天辟地为教主。这句话就是说，太上老君曾经开天辟地，并且创立了八景宫，成为一代教主。这么说来，家喻户晓的太上老君也有可能是创始园灵的一个化身了。不过在诛仙阵那一回，书中说元始天尊曾经变化成盘古，在鸿蒙世界中开天辟地，不会害怕着诛仙阵。从书中的内容来看，我们可以知道元始天尊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神仙，也是一切的开始，所以就有不少人认为元始天尊就是人们常说的创始园灵。一些神话书籍中说，元者本也，始者出也，先天之气也。此气化为开辟世界之人，即为盘古；化为主持天界之祖，即为元始。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，
在一些书籍中认为元始天尊才是盘古，才是创造一切的开始，因此元始天尊也有可能就是创始元灵的一个身份。还有枕上书里面也说，羲二仪未分，冥子鸿蒙，未有成形，天地日月未聚，状如鸡子，混沌玄黄，已有盘古真人，天地之精，自号元始天王，游乎其中。这句话认为元始天尊的真实身份是盘古的化身，他创造天地万物。不过这时候的元始天尊也叫做元始天王，所以就有不少人认为元始天尊也有可能是创始元灵。在神话的璀璨长河中，创始元灵的故事如同天上的繁星，既遥远又神秘。众多传说中，创始元灵不仅仅是开天辟地的始祖，更是众生信仰与崇敬的源泉。从盘古到伏羲，再到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，每一位都代表了天地间的不同力量与秩序的根基。盘古开天辟地的壮举，为宇宙的有序运行奠定了基础，而伏羲的智慧之光，通过八卦教导人类文明与和谐共处。太上老君的道法自然，引导众生理解变化无常的道理，而元始天尊则以宏大的视角维护天地间的平衡与正义。这些传说背后无不体现了古人对宇宙起源和生命意义的探索与思考。他们通过创始元灵的形象，寄托了对于宇宙最深层次的敬畏与好奇，也反映了人类社会对于道德规范和秩序建设的追求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创始元灵的故事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，他们不仅是神话中的角色，更成为了人们心中追求真理、善良和美好的象征。无论是盘古的勇气、伏羲的智慧、太上老君的淡泊，还是元始天尊的正义，都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所推崇的美德。在现代社会，虽然科技的发展让我们对宇宙有了更多的了解，但创始元灵的故事依旧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。它们如同一座座灯塔，照亮人们在探索生命意义和宇宙奥秘路上的方向。创始元灵的形象不仅仅属于过去，它们也是当代乃至未来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，鼓励着我们面对未知的勇气，以及对于和谐共生的不懈追求。因此，无论是在古代的篝火旁，还是在现代的书页间，创始元灵的故事都将继续被讲述，激发着每一个听众的想象力和探索欲，让我们在无尽的时间长河中继续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光明与智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